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震撼，诚意李一桐王权篇完结，双剧争锋，谁能主宰仙侠江湖？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这句古话搁在如今的剧圈，倒也颇有几分应景。近日，荧屏之上，你来我往，好不喧嚣。观众老爷们前一秒还在为某位爱豆的塌房事件扼腕叹息，后一秒便被另一部待播剧的讯息吸引了过去，注意力转移之快，令人啧舌。且说这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尚未开播，便已赚足了眼球。诸位看官想想，诚意与李一桐自英雄志后再度携手，这机缘巧合，岂不妙哉？再者，此剧讲述的是王权富贵与青铜的轶事，一个是身负家族使命的世家子弟，一个是冷若冰霜的潜伏者，这人设妥妥的就是一出缠绵悱恻的虐恋戏码。坊间传闻此剧已然杀青，且不日将要上线，这可就更添了几分趣味。缘何？盖因其极有可能与肖战领衔主演的《藏海传》狭路相逢，一方是玄幻仙侠，一方是权谋机变，二者若真刀真枪的干起来，那定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厮杀，鹿死谁手？谁能登顶爆款之位？这还真是个未知数。容我先来说到这王权篇，这狐妖小红娘系列此前两部作品的口碑可谓差强人意，此番诚意与李一桐能否扭转乾坤，破除既往的桎梏，还真的拭目以待。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出身之显赫，可谓凤毛麟角，父亲是王权红叶，母亲是东方怀竹，这妥妥的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公子。然而这贵公子也并非那么好当的，自幼便被家族寄予厚望，活得着实压抑。李一桐扮演的青铜则是一名间谍，表面上寒若冰霜，实则身怀绝技。这二人，一个代表人族，一个代表妖族，起初自然是水火不容。然则情爱这东西向来是不讲道理的，他们在尔虞我诈的过程中渐生情愫，继而一同对抗家族的陈规陋习，挑战世道的不公。最终他们以万箭穿心这般惨烈决绝的方式换取了自由。试问这爱情是否太过苦涩，苦到令人扼腕叹息？实不相瞒，如今的仙侠剧数量着实不少，其剧情也大抵雷同，不是匡扶正义，便是虐恋情深。然而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，仍然是那些能够折射现实、引人深思的作品。就拿人妖对立来说，这不就是现实社会中各种偏见的缩影吗？地域上的攻讦，性别上的歧视，职业上的偏颇，这些偏见宛如横亘在我们心间的一道道壁垒，阻碍着我们彼此了解、彼此尊重。倘若王权篇能够将这种对立与偏见拍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领略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，那么它便有可能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佳作。再来说说《藏海传》，这部剧由肖战挑大梁，讲述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。这种权谋剧往往充斥着阴谋诡计、勾心斗角。然而倘若仅仅是为了复仇而复仇，那就未免流于表面了。真正上乘的权谋剧应当揭示权力背后的真相，探究人性的幽微与晦暗。恰如《琅琊榜》，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，更展现了梅长苏的理想与抱负，以及他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。因此《藏海传》能否功成名就，关键在于它能否挖掘出深度，能否引发观者如潮的思索。这两部剧，一部是仙侠，一部是权谋，表面上看题材迥异，实则都触及到了社会现实的痛点。他们都在试图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充斥着偏见与不公的世界。究其结局，
哪一部剧能够傲视群雄，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。然而，我坚信，只要他们能够倾注心力，能够真正叩开观众的心扉，便能赢得口碑与市场。我们翘首以盼着这2部剧的问世，也希冀他们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反思与启迪。毕竟，电视剧不仅仅是供人消遣的娱乐产品，它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我们的生活百态，也映照着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。在众多待播古装剧中，程毅主演的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备受观众期待，位列前茅。就让我们一起探讨这部备受瞩目的作品。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是根据驼小新的同名热门漫画改编而来。这部长篇漫画描述了一个既宏大又奇妙的仙侠世界，其中人族与妖族之间的纷争不断，弥漫着神秘与传奇的氛围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主人公王权富贵一出生便注定不平凡。他来自一个王权世家，承载着家族的厚望，从小就被精心培养成一位顶尖强者，担负着消灭天下妖魔的重任。青铜，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，实则是毒娘子精心安插在王权家的卧底。她肩负着特殊任务，悄然深入王权富贵的日常生活。最初，青铜仅需遵循毒娘子的指令，搜集王权家的各类情报。但在与王权富贵的频繁接触中，他逐渐感受到了他眼中那如火如荼的自由渴望。这种渴望深深触动了青铜，他开始不自觉地违背原先的任务指令，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向王权富贵展示那个更广阔的世界。他以蛛丝为画笔，织就一幅幅如诗如画的景致，山川河流，鸟语花香，无不栩栩如生。王权富贵被这些绝美的画面深深打动，他的心灵仿佛被开启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户。随着时间的流转，两人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转变。当王权富贵揭晓青铜的秘密身份时，他并未因此而疏远他，反而决定助他脱离束缚，重获自由。在一个静谧的夜晚，王权富贵携手青铜，踏上了逃离家族的旅程。然而，他们的爱情之路并不平坦。王权世家无法容忍其最杰出的成员与妖族有染。当家族成员得知王权富贵不仅放走了青铜，还与他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他们愤怒至极。王权富贵虽遭受严酷对待，但始终忠于青铜。在危难时凭借坚强意志和东方月初的帮助，获得新生。王权富贵与青铜的关系，在这部剧中，两人的爱情之路充满障碍。王权富贵虽被家族严酷对待，但始终忠于青铜。在一次激战中，王权富贵紧紧拥抱着青铜，勇往直前地冲向那些针对他们的剑锋。面对宗门道士的围攻，他毫不退缩，坚定地守护着青铜。无数的刀剑向他袭来，他的身体被剑锋所伤，甚至头部也横插着一柄剑，但他依然屹立不倒。他紧紧拥抱着青铜，用身体为他抵挡了所有攻击。当所有人都认为他已命丧黄泉时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